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大师，对，而且是第一次来我们下万精英学，我们一起欢迎 Vincent。Vincent 你好，你好，谢谢。就是大家一定会好奇，这 Vincent 其实现在是个人的工作室嘛，对不对？我现在基本上是没什么其他的事情，对。但是你之前听说你在法人工作，对，我之前在 JP Morgan 待过11年，然后在之前是一个 long short equity 的 hedge fund， 所以是这种避险基金和这种 long only 都做过的这个分析师。对，分析师到底都在做哪些工作？分析师基本上就很简单，我们也是跟大家一样，就主要是炒股嘛，所以但是我们炒股可能就是有牌的炒股，对，我们炒股有几个要素，就基本上我们要先做分析研究，以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分析研究跟经纪人沟通之后，说服他们去做操作。就是买进卖出，然后以及他们的部位调控，我们都要给他一些建议。所以基本上是这些后续的一些类似communication 的东西，我们也会非常的重视。然后好处当然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大的基金平台的时候，我能够用的钱就多很多。比起我一个个人投资人，比如说我来炒股的话，我可以使用的资本够多的话，我的杠杆就多了，所以我年终的 bonus 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你现在就是会离开法人，然后自己再出来进行这个财经的研究呢？我当时候是在香港，然后在香港后来是每周这样子台北香港来回的。可是 COVID 的时候我隔离了非常多次，而且那时候太太刚好怀孕了，然后生小孩了，然后我的孩子又有就是要带助听器的听损，所以有点像当时候家里开了蛮久的一段家庭的会议，说应该花更多时间以家庭为主，所以我后来就 relocate 回来台湾。然后接着因为原本是外派的角色，到回来之后你大概就知道 career 可能大概就这样了，所以20年的时候我就离开 JP Morgan， 然后跟我太太讨论以后觉得说以前就是赚的钱可能可以让我们过还 OK 的生活，那我应该可以花更多时间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对，因为其实呢，就是我每次呢，只要遇到新的分析师的时候，我们都在问问看，就是他们对市场的看法如何。其实不同的分析师对市场看法都很不一样那因为你看从2023年前的22年跟年底就能算，就整个台股已经进入一个大多头的时代。即使大家说是熊市，但是也没有多熊，马上就会弹起来 V 型反转。可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在思考，就是说，这个网络会不会有泡沫？那台股的基本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已经尽力控制饮食，吃得清淡了，胆固醇还是不好管理呢？其实代谢效率才是关键。除了饮食，胆固醇更多是由身体合成，血糖与血脂是源自于同一个代谢系统的状况。想要启动代谢循环，健康3D 红曲加铬就是双管齐下的救星。透过红曲加铬加苦瓜生态，可以降低胆固醇，调节血糖，从根本促进身体的代谢。Insmate 专利定序19肽是全球首款获得美国 FDA 认可的新膳食补充成分苦瓜生态原料，分子小，活性佳，品质与效果更值得信赖。2周血脂，4周血糖，1盒启动代谢升级。荣获国家双重标章，守护健康更安心。同一健康3D 红曲加铬双效定，天天饭后2定，就是最简单的健康投资，帮助您启动代谢升级，让身体更有底气。对，我觉得以台股来看，我可能没有那么熟，我相对来看这样 global market 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如果要再讲说这种，比如说是不是每过几年的牛市之后就应该要来一个熊市了的话，我比较喜欢借用托斯科南尼的那一套，就是说一个遛狗的理论。你就想象说在遛狗的时候有主人以及他的狗，主人就是这个经济体的状况，然后狗就是那个市场，然后呢主人在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他走的步伐就是这个经济成长的速度，有时候狗会跑得比较快，有时候狗会拉着你在后面，所以股票的这个市场的上上下下，它有时候是会反映的这个经济状况比想象中来的更好或者更差都有可能，但是它至少还是牵着线在主人的掌握之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我自己会这样比喻，就是说走以前这个主人一直在往前走，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类似10年一见100年一见的这个 AI 的这个大的类似生产力的循环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主人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知道他可以往前走，但是他可以往前走得更快，所以现在狗看起来可能是比主人再往前一点，但是主人如果加速的话，那他们之间又不会距离那么远了，然后狗又可以再继续往前了，所以我觉得它一直都是在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情况。
相对而言，我个人是觉得在比如说生产力能够提升的这个假设之下，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那么的悲观，在这个比如说市场的类似涨得很多啊，然后这种表现很好，我没有觉得说它可能是反映未来我们一定程度的这个生产力的 improvement。是。那其实刚刚 Vincent 有提到，其实现在这个大家遇到这个百年一遇的 AI 的这个浪潮嘛，所以大家对于 AI 的题材还是很买单，还是很相信它的这样。但是如果说市场上出现一些警讯或是讯号，什么样的讯号会让你觉得你会比较警觉的呢？我可能会先这样看，就是最近 Jensen 就是NVIDIA CEO 他其实在很多地方场合都提到了这个 AI， 它其实有5个 layer 的，就从最底下的是 energy， 然后再上来就是GPU 或者是晶片这个层，再上来是 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建设，以及在上面就是模型，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 ChatGPT、Gemini 这些，然后在上面是一个应用层。我们在可能过去的2-3年看到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底下的这一层，当然是因为模型的类似开发演进十分的让人家有惊喜感，所以过去的2-3年有非常大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循环，所以你看到不管是Google、Amazon 这些Microsoft 这些，就是只要是这些大的 CSP， 它都有非常大的这个资本开支去扩张这个底下这3层的一个条件。但是呢，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说，这种资本开支的扩张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尽头？对呀，就是可能它马上就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要背上你对于未来 AI 生产力它到底能够提升到多少的一个假设。如果 AI 落地的时候的速度能够再快一些，或者是它能够比较有这个节奏性的，一直让我们看到有生产力的提升的话，我们也许可能是以打棒球来说，现在可能才第到第3局，它当然下会有下来一点点的时候，可是当大家看到 AI 生产力的提升之后，它又会再上去。但是对于这个 AI 落地的这里，我也觉得十分有趣，就是市场一直都有很大的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过去的几个月 Anthropic 只要推出一个新的东西， SaaS 的股票就跌很多，而且是没有差别性的全部下跌，大家都觉得哇，它推出来的东西要杀死现在所有 SaaS 的这个商业模式的。但是与此同时，你如果去问问看你周围的朋友，在一般公司上班，或者是说这种大公司上班，到底 AI 他们实际上在他们公司落地的情况，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就变成了有很有趣的情况，就是对于 AI native 的这些公司，新的 AI 的 model 的进展，对他来说，因为它是一张白纸，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做调整，或者说做出一些新的不同的商业模式去类似 disrupt 这个 market。但对于老的公司，它可能会需要一些就是工作流上的流程的改变，因为我们原本就已经有一些工作的习惯嘛，所以你要插入 AI 的话，你要有大的改变。所以这两边的一个类似动态的调整，以及两边的这个交互作用，我觉得是要对于这个落地上，大家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明确，但是我自己认为是这个方向性是一定是很确定的，是对。然后第二个，我会再觉得说AI 这里也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说我们现在看到了 AI 的类似对市场的影响，都是大家就是同好同坏。没有什么差异化的改变，就算是现在大家可能说一下子是 Anthropic 领先，一下子去年的时候是 Gemini 领先，之前是 OpenAI， 它就是一直轮流在换。但是也许在未来的可能2到3年、3到5年这个期间，我觉得会有出现更大的分化，不只是模型层的分化，还有各个刚刚讲的这个底层的分化。底层分化，就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像最近大家知道 SpaceX 要 IPO 了，它里面有一个很画出来的大饼或者那个梦，就是说太空资料中心。你会想说，现在做太空资料中心干嘛？因为那个是成本超级高，然后又不划算的。但是 Elon Musk 会告诉你说，这上面当然有些它的好处，比如说它的用电，它直接用太阳能，然后它的散热可能是跟人家做不一样，就是它有很多他觉得理论上可以就是降本增效的地方。直到某一天，如果假设这个太空资料中心它的成本结构，我们说 cost per token 能够比地面的这个资料中心来的低了的话，那是不是整个竞争格局就会改变了？你有用这个太空资料中心的AI 的 model 以及它的应用端，就会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去挑战或者去击败这个用地面资料中心的。所以这种类似 AI 本身产业里面的一些技术的变化，还有 disruption， 这也是我会看的。然后如果有 disruption 的话，或者是有竞争上的改变的话，就一定有赢家和输家。然后我们都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AI 这个 cycle 有非常大的一笔钱都是信贷市场，特别是私人信贷市场在 finance 的。所以过去的1-2个月，大家也会担心，在美国那些私人信贷公司股票也跌蛮多的，就是说大家担心这个 return 不好的时候，他们借出去的钱不一定可以马上
拿得回来，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个 haircut 这种情形。所以说如果说以后有分化的话，是不是会对私人信贷市场也会有一个类似正反两面的这个影响，然后这个影响会如何传导到整体的金融市场，这我觉得是大家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Mason 既然是法人出身的，所以当然很多看法跟一般的投资人、一般的股民是完全不同的。那你自己的观察，一般的这个投资朋友啊，他们常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有许多朋友在收看下班经济学，但有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哲金要请大家做一件事情哦，就是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大家可能在做投资研究的时候比较常会犯的错误，特别是一些没有在机构代购的人。我大概就简洁的说，比如说3点好了。第一个可能就是说对于这个时间轴的判断，比如说很多时候你必须在知道你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你的时间轴的长短到底是多少。你如果是看短的东西，比如说你是看一个3到6个月的东西，你要在意的东西就应该只是这些新的 news flow， 然后特别是incremental 的改变，就是你会假设说现在的东西都已经大家都知道了，你只是在意说变得更好或者变更坏。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个比如说3到5年的，就是你要拿比较长的话，你其实这种资讯的类似短期的这些 news flow 你可以不用那么的在意，你要在意的是比如说竞争结构，然后它的类似护城河到底有没有改变，以及某些估值的时候你就要愿意去下手。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个时间轴当做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考虑你的这个投资逻辑以及你的这个想法还有你的做法的时候，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在于有些人可能很着重于太过执着于估值的技巧，可是法人每次都有估值，就是我们大家那个进场跟出场的标准啊。进场跟出场当然会在交易的时候是有一定的类似重要性，但是估值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艺术，而且特别是估值对于我们以前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它更像是我宁愿大略的对，我不要很精细的错，因为你知道在法人里面，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做 Excel 啊，做 model， 然后做很细，比如说 DCF 或用很多什么其他的方法去算出一个数字，但是你知道里面的这个假设实在太多了，所以动一点点假设，我就可以做出不同的类似目标价或者是这个价格好了。所以我们自己也都知道说，这里面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我宁愿抓到最重要的那几个点，然后去做就好了，不需要说我真的里面每个数字都调得很细。而且特别是在我以前的经验，最大或者是最好的机会都是这种估值的改变的一个情况之下发生的机会。这是什么东西？举例来说，就比如说像最近大家可能前阵子很红的记忆体好了，记忆体在大家以前都觉得它是一个景气循环股，对，景气循环股我们是看 PB， 所以它以前可能都是在trade在一个就是交易在一个比如说 0.6 倍到 0.8 倍的 PB 的这种模式。但是呢，现在有些人会 argue 说，记忆体现在在有一个因为 AI 这个 cycle， 它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零组件好了，然后是一个结构性的类似供需非常紧张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以成长股的角度来看，因为它每年都可以赚钱，而且在它扩产之后，它的出来的这些新的量还是可以有还不错的价格，还不错的利润，所以你就会从一个 PB 的角度转成一个 PE， 可能会给它一个15倍、20倍的 PE。所以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只是你的公司的体质变好了，你的整体的估值的方法 PB 是一个类似看一个downside，或者说一个最惨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买进去，然后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点我就卖掉。PE 是看未来的展望，所以那两个 mentality 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说能够在估值这里就是有一些弹性，然后知道这里面的类似限制以及要怎么样采用这些方法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大家可能会把研究分析看作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报告，说哦我看好或看坏，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谓的情境分析。情境分析，情境分析就是叫 what if， 就是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怎么动作。所以你知道，在股票市场，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不会每次都很准确的预测未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会有一个类似一个 manual 说，如果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我应该怎么做？
所以它有好多不同的路线，我随时都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类似行动方案。同样的来看，我们就说这里面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如果还是以这个记忆体这个来讲好了，就在记忆体这里呢，因为比如说 HBM 那非常的热。然后导致的以前别的产能拿去做 HBM 了，然后其他的这些原始的这些记忆体的这些价格也是继续的暴涨，所以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情，就是 PC 和手机因为记忆体变贵了，所以他们吃不起这个价格，所以他们可能很多公司都下修了他们类似出货的量了嘛。所以这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记忆体的 demand 已经被移走了，因为它的需求这里就下降了。然后更重要的是说，在前一阵子，当时候有记忆体有下杀的一个事件是 Google 出了一个类似论文，说它能够把那个 Cache Cache 的类似需求给降低，那个叫 Turbo Quant 吧，我记得。所以你要想说，当然后来发现这里面有些乌龙的成分在，可是呢，你要想，当记忆体的价格高到某一个程度，利润极好的时候，他的客户或者他用户一定会有人想尽办法，不管是用技术上的改革，或者是说我的这个 spec 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去让我还是可以 fulfill 我原本的想要做到的这个产品，但是我不需要用那么记忆体，所以我们那个就叫做 demand destruction，就是说你其实价格看起来是很好，可是同时你也会因此而触动了一些客户端的改变，然后导致了说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调整的过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如果单就只是看一个现在是一个 supply shortage， 然后觉得说这个会 last for very long， 但你要其实都要一直在考虑说里面的一些情境分析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去改变这样子的供需状态。但是我们说到散户，其实都还是很喜欢看法人的这个报告啊，或是目标价等等，会拿它作为一个依据嘛。那我们知道 Vincent 在法人机构也待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你又是怎么去看这些目标价或是报告的呢？对，我这个问题有经常被问过，所以我第一个就想说，目标价其实最不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完全不会看目标价，就是那个是大家都知道，那目标价就是你想要调多少就调多少。我们会看的东西不外乎几个，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分析师，因为他出报告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一些讯息或者他有些想法想要类似跟你传达，所以他的想法上的改变是来自于哪里？他变得更乐观呢，还是变得更悲观？然后他更乐观和悲观的后面的 evidence 和 fact 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分成 fact 和 opinion， 我们都会去看说他的想法是怎么改变，以及支撑的逻辑是怎么样。然后对于 buy side 来说，我们自己内部当然也会写报告，自己也会分析这些事情。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卖方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也会去收集一下说卖方现在到底知道了什么，跟我们的想法到底有什么落差，这中间的落差也许就是一些很好的 generate alpha 的这些机会。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们看报告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看目标价的，我们更在乎就是刚刚讲的它的改变，以及它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不过我也很好奇因为 Vincent 也说你是不看这个报告啊，目标价，你说这个是最不重要的，但是我也听很多人讲说这个市场共识是也很重要的，那你怎么来分析呢？对，关于这个市场共识的话，我可能要讲一下说，我们的共识不会是说那个目标价的共识，我们的共识更多是比如说这个公司或这家这个券商，他在对于这个公司未来的比如说收入、利润的一个预期，所以通常我们会有一个像 Bloomberg 这种，他会把所有的卖方分析师他的类似收入和利润，比如说未来2-3年的这个数字给放在一起，然后做出来一个平均数或者中位数，接着我们就会讲是说这个共识就是市场上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股票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预期差，就是它如果表现已经很好了，股票能够再涨，它必须要比这个表现还要更好，你要一直的超预期，或者是说你需要它跌的时候，你是卖空的时候，你就期望它是低于这个预期。所以这个刚刚讲的像 Bloomberg 这种 sell side consensus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会使用的一个类似工具。然后当然某些公司因为 sell side 他们大部分在发告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平常的一个pattern， 它可能是比如说3个月会去 update 一次它的报告、它的模型。但是 buy side 这里呢，因为我们更常去跟这些公司在打交道，所以有很多时候比较热门的公司，我们不一定会只 rely on 这个 sell side 的 consensus。因为其实呢，就在回到个人投资里面来讲的话，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虽然你在法人待过，但是你其实不太操作
做个股，对不对？其实你在投资部位里面，你 ETF 还是占比较多数嘛，这很奇怪，为什么？对，这个也是经常被问到。就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我们在法人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背后我有很多的资源，我去拜访公司的时候，我就可以见到 CEO、CFO， 然后我可以有这些卖方来服务我，所以我的能力圈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些杠杆把它扩大了。但是我现在是变成一个个人投资人，我很明确的知道我的能力圈大概就是在哪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能够比较熟悉的股票就没有那么多。我当然也可以跟别人一起类似交流，但是这个是看时间花在哪里的问题。然后对于我来说，我大概是60%到70% 的这个资产大部分都在 ETF， 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ETF 最大的价值就是用很低的成本让我不要掉队。就是如果我们社会有一个这个资产的排名好了， ETF 我放在这样的比例的话，基本上我那个排名应该当股票涨或跌的时候，我应该都还是维持在那个比例。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内心的，至少我知道我踏实，我不会类似操作错了之后，然后变成可能就是财务上有比较大的，家庭上可能也会在经济上的一些影响。然后外加像这个我在现在这个情形，我花了更多时间在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要去教书，我要在做新创公司的这个 consultant 的时候，这些地方都一定会需要我花时间过去，我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的全心的投入在做研究，所以我还是会对于我有兴趣、我有能力圈范围内的东西做出研究，但是超过的东西的话，我会觉得说我放在别的地方，时间放在别的地方，专注力放在别的地方，我过得比较快乐一些。对，而且特别是因为还要家里还有小孩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先就是把家里的这个责任先了了之后，然后再去思考这个财务上的问题。是，可是大家在看就是说 ETF 其实它种类也非常的多嘛，对不对？是无脑的一股脑的买吗？还是说就是在这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选择呢？我个人的ETF 的配置都是基本上是大盘的配置。大盘的配置才会有刚刚我讲到不掉队的这个好处。但是有些比较积极的投资人当然会希望能够用，比如说他们会在美国那一带有很多我们叫 sector 的 ETF， 比如说科技股的 ETF， 比如说 financial 的 ETF， 它可以做比较灵活的这个操作。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你也已经有表达你对于板块轮动或者是这个产业轮动的看法了。对于我来说，这个也是要花更多的类似心思，你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对我比较偷懒一点点，所以我就是买大盘的为主。就大盘，然后被动型的 ETF 这样子。对。但是我当然还是有30%-40%是还是要满足自己想要炒股的这个欲望，对，还是要有。因为股市里以前就是做这行的，所以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尤其现在市场很好的时候，你觉得说有些东西的确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参与的。那另外最后也很想要请教 Vincent， 因为你现在也回归到散户的身份了嘛，但你之前也在法人机构待很长一段时间，那你觉得在投资的角度上，会不会散户还比法人有更多的一些优势是在哪里呢？对，刚刚讲说法人当然会有些资源上的优势，但是散户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机动灵活性。你要知道，我们以前在法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好一家公司，因为以前比如说像 JP Morgan， 它是一个我们叫大中华区，可能是当时候是最大的类似 long only 的基金，我们看好一支标的的话，我们也许可能要买，比如说2个礼拜，我才能够把部位建到买到我想要的这个类似部位的 level。但是呢，个人的话，你基本上是1天，就除非你的金额是非常大的，不过也通常都是1-2天，你基本上就可以布好部位了。所以你在这个流动性的条件限制之下，你非常的灵活，然后你有很多可以吃豆腐的地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你像我们在以前在法人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除了就是推荐股票之外，我们当然也要考虑说，我推荐完股票之后，我如果要改变我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不能够马上的改变，因为它可能会对于我的职涯上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你的老板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没有深思熟虑你就跟我推荐这个股票，然后你突然今天就跟我讲说这个东西改变了。当然我们内心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可能已经有一点不 comfortable， 或者我想要就是你买太多了，我希望你调整一点。但是我们在话术上或者说在沟通上，我们必须要做得非常有技巧，你不能够把很多坏的消息就是马上的一股脑就全部都讲完，因为你知道你以后的信任可能那些也会有所影响，所以它是要一个比较有技巧性的，要调节你的沟通模式，然后需要慢慢的做调整。对于你的在做机构投资上，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重要的关键。但是散户就不会有这样的要求嘛。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可以说是杀鸡杀猪，或者说你比较果断的，你自然而然你碰到一些你要改变的想法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多的顾虑，你就可以做得更好。对，因为其实呢，就是听 Vincent 讲的时候，大家已经对那个就是说，能够上下其手吃豆腐的技巧非常有兴趣。不过呢，我觉得今天听了 Vincent 分析了很多，就是在法人还有在散户，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就是身为投资人才对了，心态调整应该怎么样？非常感谢今天分享这么多宝贵的资讯，谢谢你，谢谢。